刚在银行存了一筆大額的存單，剛出來哈，有很多朋友問我呢，現在的利率這麼低，你存在銀行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？首先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哈，就是如果說你現在手裡有一部分的錢，就是有一筆資金哈，就是你放在銀行裡，你覺得這個錢它會不會貶值呢？我可以這樣給大家說哈，現在有100萬，其實比10年前的100萬它更加值錢。你的潛意識可能會告訴你哈，現在什麼東西都在漲價，但是10年前是2015年，從2015年到現在，你告訴我什麼東西漲價了？所以說你把錢放在銀行裡，你也不用過度的焦慮，更不用擔心會貶值。我給大家講幾個故事啊，你們就明白了。說是80年代的時候呢，有一個萬元戶，他覺得自己努力了這麼多年，都掙成了萬元戶了，終於呢可以享清福了嘛，退休了，把錢存到銀行裡哈，一年有那麼10幾個點的利息，他會覺得每年的利息都有1000多塊錢，比人家的工資還要多，就是完全可以躺平了哈。結果呢，等了10幾年，到了20年左右，他就開始吃低保了。那這個故事大家都聽過吧？那還有一個故事呢，是這樣說的：90年代的時候，有一個人把自己北京的4合院賣了幾十萬。那個時候呢，日本的經濟是高速發展的哈，他到日本去打工去創業做生意，辛辛苦苦幹了10幾年，掙了幾百萬，回到北京，然後呢，他想把當年自己的那個4合院再買回來，結果呢，發現4合院已經賣到了1個億了。這兩個故事你是不是都聽說過？那我再給你講一個哈，就是在2021年的時候，有一個人把自己當時的房子都賣掉了，賣了1000萬。那個時候的黃金是380塊錢一克，他拿其中的800萬都買成了黃金，留了200萬給自己遊山玩水。一直到今年遊山玩水了4年，他終於把那200萬的現金給花光掉了。然後呢，他又把他現在的黄金全都賣出去了。当年800万的黄金，你猜賣了多少？賣了1600多萬。然後呢，他当年1000万的房子就是賣掉的時候，現在又值多少錢呢？值600萬。他又用這600萬把這個房子全部買了回来，自己手裡淨剩了1000萬的現金資產。請問這個人和當年去賣那個北京的4合院去日本打工創業的那個人相比，打工創業的那個人哈是更加努力的，但是他們兩個之间差在了哪兒？對，差在了運氣。所以哈，賣北京4合院的那個人簡直是可以說就是太倒霉了。所以哈，這個背後其實跟個人的努力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呢？它背後的周期對於趨勢的一個判斷，就是個人的能力在時代的變化面前都是屁都不是哈。就是房子、車子這種大件的東西，你可以現在看一看啊，它還會繼續漲價嗎？肯定不會啊，而且都在降價。所以呢，就是這個購買力哈，實際它是在上升的，就是錢的購買力。所以你還在擔心這個錢的購買力在下降嗎？擔心通貨膨脹，擔心貶值嗎？你要知道的是哈，現在銀行的利息就是1年定期就1個來點吧，我剛存完嘛，1個來點，而且呢，就這個利息我告訴你，它還得降。對吧？你拿這個錢，他如果你去做投資啊，做理財啊，甚至有可能連本都保不住，甚至還能虧點啊，更別說黃金啊。現在黄金將近800多塊錢一克了，當然我說的是那個投資的黃金哈，從來就沒有這麼高峰過。這個時候買，難道你就不怕高位站崗嗎？萬一站了崗，你又該怎麼辦呢？所以我再說一句大家非常不喜歡聽的話哈，請問各位的工資和收入今年降了沒有？你公司裡面其他小夥伴的工資降了沒有？你公司裡的高管被裁員了沒有？被裁员的或者說跳槽的人到現在出去了之後，工作有沒有找不到的？失業了找不到工作的大把人在吧？所以你看啊，就這個時候，房子不敢買，股票不敢買，黃金不敢投，創業不敢創，錢放在哪裡最明智？銀行2個字。而且放在銀行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呢，就是它具有流動性。你万一失業了，你可以隨時拿出来保證你自己现階段的基本生活。你再看這個時候去投資那些實體店的老闆，長則5個月，短則2個月，80%的倒閉。所以哈，你兜裡如果說有那麼2個錢的大額存單，最好的選擇，更不用擔心貶值，一張紙就放在裡面就可以了，起碼這幾年是貶值不了一點的。